上集，谭云以惊人的实力击败了于章，令在场众人震惊不已。就连强大的丹麦八长老在谭云面前也无法抵挡他的力量。谭云的实力和速度让人惊叹，引来了众多弟子的赞叹和敬畏。然而，这场战斗也引来了丹麦首席李必成的愤怒。他试图制止谭云，却遭到了彻底的打击。谭云毫不畏惧地面对众多长老的包围，以及李必成的威胁，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实力。一名圣魂一脉女弟子勇敢地站到了1号卧龙台上，向谭云表达了自己的崇拜和加入功勋一脉的愿望。她的勇气激励了其他弟子，纷纷加入了选拔队伍。不仅如此，许多弟子决定离开自己原本的脉系，加入功勋一脉。他们认同谭云所说的离开并非叛变，只要不离开皇府圣宗，这不算是叛变。这些弟子选择加入功勋一脉，除了对谭云的崇拜外，也受到了谭云公正的行事和保护弟子的行为所感染。谭云的一番话让众多弟子感受到了功勋一脉的强大与抵御。在众多弟子的加入下，选拔队伍的人数迅速增加到数千人。然而，这些弟子的加入也引起了内门9脉高层的愤怒和恐慌。好，万人已够，现在停止招收弟子。谭云话音甫落，清晰地听到疯癫上弟子人群中传来一阵无奈的叹息之音。此刻，还有数万名弟子暗恨自己犹豫，失去了参加选拔的机会。随后，他们神色立即恢复了正常，不想被自己的长老、首席察觉到自己想拜入功勋一脉的想法。谭云发丝飞扬，临时笼罩着3座卧龙台，当即发现1号卧龙台上极品资质者2961人，2号卧龙台上上品资质者4870人，3号卧龙台上中品资质者2169人。谭云收回灵石，足踏飞剑，悬浮于疯癫上空，俯视着万名弟子，神色肃穆道：其实也没什么好考核的，我不需要你们现在是同境界中的佼佼者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功勋首席会将你们打造成未来同境界弟子中的强者。接下来我只问2个问题，2个问题结束后，你们有的人将会正式成为功勋一脉弟子。此刻，万名弟子乃至于所有人皆猜测谭云又要问什么。谭云目光冷冽，毋庸置疑道：我信你们多数人是真心想拜入功勋一脉，同样我也相信你们之中的某些人受到了某人的指示，而想混入功勋一脉。我要问的第1个问题和你们的命有关，你们听好了，我只说一遍，若你是想混入功勋一脉的奸细，那就立即给我离开卧龙台，我不予追究。毕竟你们也是受到某人的指示，给你们3息时间考虑，若3息过后一旦被我查出来，我绝不留情。3息时间计时开始。很快3息已过，3座卧龙台上无一人离开。好，很好。谭云淡淡之音中蕴含着不容反驳的意味。现在你们抬头看着我。话罢，谭云施展了鸿蒙神瞳，一双深邃而妖异的红瞳引入了万名弟子的视野。当时万名弟子神色呆滞，眼见此幕，疯癫上的内门首席们、长老们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谭云俯视着道场中的各脉首席、长老，嘴角勾勒出一抹冷笑：怎么，心虚了？不但内门众高层反驳，谭云冷笑道：但凡是受到某人指示想混入我功勋一脉之人，现在给我足踏飞剑，悬浮在100丈高空。当时随着阵阵戾气划破空气的呼啸声，3座卧龙台上共有329人足踏飞剑腾空而起。这一幕令沈素冰揉眼皱汗，这一幕使数十万弟子感到脊背发寒。在谭云的指示下，众多弟子通过一系列测试展现了自己的勇气和忠诚。谭云的严厉和公正让人印象深刻，同时也使幕后操纵者感到恐慌和焦虑。整个场面充满了紧张和悬念，令人屏息以待。随后，谭云解除了3座卧龙台上9671名男女弟子的控制，微微一笑道：恭喜你们通过了选拔，你们今后会发现拜入功勋一脉将会是你们一生最为正确的选择，欢迎你们的加入。闻言，有些迷茫的9671名弟子欣喜不已，见过谭师兄。谭云应声收起了笑容，猛然抬头昂视着足踏飞剑的329人，冷然道：现在听我口令，用灵力将幕后主使你们人给我写出来。是。329人神色木讷应声后，纷纷释放出一道灵力，在他自身前幻化成几个灵力大字。清晰可见，这些大字中写有内门除了沈文德外的9大首席，以及110位内门9脉长老的名字。大胆逆徒，你胆敢污蔑本长老和首席！气脉3长老丁荣勃然大怒，化为一道残影，掠向虚空，持剑朝其中一名弟子杀去，显然是想杀人灭口。这是我在选拔弟子，岂有你放肆的道理？找死！足踏飞剑的谭云身影一闪而逝，接着从丁荣身旁掠过。顿时，丁荣头颅被斩飞，无头尸体喷射着血液砸落在疯癫上。谭云，你滥杀无辜！内门7脉首席怒指谭云，
你修了桐树，定是你控制弟子，栽赃本首席和三长老。没错，你是在栽赃我们。他曰：你太过分了。当时内门首席长老们第一次齐心协力，反咬谭云无数口。他们猜测，若如不然，接下来谭云就不会放过自己。谭云击杀丁柔后，足踏飞剑，悬浮在329人各脉弟子身前，蓦然回首，俯视着下方的内门高层们，他眸子里的寒意逐渐被蔑视取而代之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对付你们，我只会杀了想混入功勋一脉的奸细。话音甫落，一股强横的气息从谭云后背涌出，通过了足踏飞剑的329人。当时在那沉闷一阵巨响中，329人身体爆裂，血雾弥漫，碎尸散落在峰巅之上。如此血腥的一幕，令所有弟子感到胆寒欲裂，同时也令他们和内门高层不解。不解谭云为何杀人灭口？难道谭云不打算由着329人的性命，趁机对付内门众高层吗？所有人迷惑时，谭云御剑飞落于1号卧龙台上，扫视着内门众高层。接下来那淡淡的语气蕴含着嘲讽的言语传入每一个人耳中。我言而有信，既然方才给过329人活命的机会，而他们依旧决定想蒙混过关进入功勋一脉，那他们之死咎由自取。至于你们，我不拿宗主所讲的谁胆单射杀无赦之言来杀你们。你们不用迷惑，我来告诉你们，我为何不杀你们。因为你们只是你们仙门圣脉首席的一条狗而已。我杀了你们这群狗，你们的上头还会源源不断地安排在内门新的狗出来。谭云话音一顿，一字一顿道：我乃人，而你们是狗，我何必和狗一般见识？谭云的话犹如无形的耳光，狠狠地抽在内门高层的脸上。就当他们正要发作之际，谭云接下来的一句话令他们把话吞回了肚子。谭云耻笑道：怎么，一群老狗还得分咬人了？我奉劝你们，我不杀安伤的狗，但若你们这群狗再敢在我面前动弹，我保证把你们屠杀殆尽。内门众高层自知理亏，故而皆老脸涨红，无地自容地陷入了沉默。毕竟他们明白枪打出头鸟的道理，这就对了吗？也不知你们主子知道你们这群狗对我如此吗？会不会找我麻烦？谭云哈哈一笑，我还倒是有点真怕嘛。随后谭云收起笑容，俯视着震惊中的数十万弟子道：当当死了329人，现在我功勋一脉还差329名弟子，你们之中谁是极品资质或者稀有圣体者，都也可上来。闻言，当即九脉中各有数十名男女弟子，共计329人列上了1号造号台。尽管谭云猜测这329人不再是奸细，但做事谨慎的他依旧通过红龙神瞳测试了一番众人，最终众人皆非奸细。谭云解除红龙神瞳后，回首朝沈素斌躬身道：回禀首席，弟子已招收万人完毕。沈素斌轻手微点，命令万名弟子上了灵州。沈素斌回首望着谭云，莞尔一笑：走吧，回仙门。看着沈素斌对自己流露出倾城一笑，谭云有些微微失神。他总感觉沈素斌忽然对自己变得热情了许多。是首席。谭云恭敬应声后跃上灵州。随后一袭金色碎花长裙的沈素斌化为一抹残影出现在灵州上后，俯视着沈文德道：如今内门功勋一脉只有你一人，不过我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内门功勋一脉的弟子人数定会日益激增。今后一段时期辛苦你了，过3年5载，本首席会定你从仙门功勋一脉调一些长老过来帮你。沈文德恭敬应声，为首席效力属下不辛苦，属下恭送首席。随后沈素斌驾驭灵舟冲天而起，转眼间消失在盘龙飓风云海中。淡台玄众眺望着消失在天际的灵舟，点头赞许道：我认准的女婿果真智谋过人，实力超群。沈素斌离开后，盘龙飓风上响起了内门高层们愤怒的声音，他们对谭云的行为感到愤慨和不满。然而淡台玄众却对此不以为意，他知道这些人心怀怨恨，但却无法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。原因有3：首先，即使杀死他们也不会解决问题，只会惊动更多的人；其次，皇府圣宗需要这些有管理经验的内门高层来支持发展；最后，淡台玄众虽然铁血，但也不是无情之人，他们为皇府圣宗付出了大半生，不忍心对他们下手，所以他只能默默忍受这些内心的怨恨，因为杀了他们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